大家好，我是阿尊。续上一集介绍过我朋友跟我讲的真实发生在他家的鬼故事，还没有看上一集的可以先看上一集啊。今天我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另一个故事，就是有关于我朋友的奶奶。以下我会以第一人称来讲述他告诉我的故事。我没有阴阳眼，对灵体的出现也不是很敏感的。我常常开玩笑说，就算有鬼坐在我旁边，我也不会发现。但是真正让我开始好奇和探索灵魂的存在，是我10岁时的一段记忆。那个时候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记忆中应该是周末的一个下午，爸爸妈妈都在客厅，然后我在客厅要前往饭厅的走廊上，就要走去后面哦，就听到家里的电话响，铃铃铃。当时都是有线电话，固定在家里头的。妈妈就起身走过去接电话，喂了一声，然后她的脸色就变得很凝重了，就望着爸爸说：你阿妈玩的呀？然后爸爸就一愣，也没有多说什么，起身就走过去接听电话了。他的语气是相当温和，好像在劝说些什么的。放下电话之后，爸爸又拨打电话给住在城里的大伯。我当时心里就很疑惑，因为奶奶不是已经过世了很多年吗？爸爸有多少个妈妈哦？晚餐的时候，爸爸才把下午发生的事情娓娓道来。原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他接到奶奶打来的电话了。当天下午，妈妈拿起电话时，另一边传出来的确实是奶奶的声音，气冲冲地说：睡在爸喺咪度，叫佢過嚟聽電話。他们是广东人嘛？说话的语气据说是跟奶奶生前时一模一样。爸爸接听后，奶奶在电话另一头就喋喋不休地投诉说：爷爷啊，不让他吃神台上的巧克力。啊，爸爸开始是有点摸不着头脑，家里神台都没有什么巧克力啊。后来就想，大伯和叔叔家里也是有安放祖先牌位，可能是他们家里的神台咯。爸爸就安抚了这边的奶奶说，答应为他去调解一下啦。所以挂了电话，他就马上拨去大伯的家。拨通了电话之后，爸爸第一句就问大伯：你们是不是在祖先牌位前供奉了巧克力？要知道哦，我们家和大伯家距离是有200多公里远，大伯肯定也是想不到家里供奉了什么。远在200公里外的弟弟竟然也会知道。原来是堂姐刚从英国大学毕业回来，带了巧克力回来，就如常的先供奉给祖先，然后大家才分享。想不到竟然引起了生前就不和的这对老夫妻在另一边的纷争。还要投诉到200公里外另一个儿子的家里。后来呢，他们就只好把巧克力重新分配咯。供奉时就说哦，这一份是给谁的，这一份是给谁的，然后才平息了另一个世界的纠纷。这样的远程投诉呢，我记忆中还有另外一次，就是有一年的清明节，大伯一家就回来家乡里跟我们一起去扫墓。扫墓完后，下午爸爸和大伯就在家里闲聊。突然，大伯就问爸爸：你们家是不是很久没有煮牛腩了啊？然后他们就转用英语沟通，因为每次他们想说些东西不想让祖先听得懂的话，他们就得用英语咯。
大伯说爷爷投诉他很久没有吃牛腩了。所以第二天爸爸一大早就去巴萨买了最新鲜的牛腩回来焖煮，煮了一锅爷爷生前最爱的广东牛腩，煮好后就放在一个大碗，放在祖先牌位前，请爷爷好好的享用。至于大伯是怎么知道爷爷要吃牛腩呢？那个是后话，我们在另一集再说吧。所以呢，另一个世界的科技跟我们的世界一样与时并进呢。未来我们的通灵科技是否会更加的成熟和进步呢？这是我们的疑问。当然，这些事情确确实实真实发生在我的朋友家，信不信就由你咯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喜欢我们的视频闲人闲事聊，就请多多订阅、按赞和分享，这将会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。谢谢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